靓仔，可以吃下鱼子酱吗？我想看你吃鱼子酱配泡面，那要看吃多贵的鱼子酱哦。不过以我靓仔的视频风格，既然要试吃，那即使吃泡面，咱们也要从市场上最贵的鱼子酱来吃吃看。澳洲黄鲟鱼子酱就这样，还是空心的，10克就花了我1800人民币。感觉这包装真的是挺简陋的，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。 是不是应该反应夸张一点？重新再来一遍。哇，好漂亮的珍珠啊！这就是号称鱼子酱中级别最高的遍尝级的里海大白鲟鱼子酱，是什么样的神仙味道？让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鱼子，1克要卖到180元，这么贵。当然，为了做对比，我还买了最便宜的。 入门级的西伯利亚鲟鱼子酱，卖家说了，这个就是大部分米其林餐厅非常畅销的一款鱼子酱。这个10克只要100块钱，我们也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哇，这两个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有点青黑的，这个是灰黑的，而且要大一点，这个要小一点。我的相机这样拍起来看起来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现实这样子看呢，它们两个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鱼子酱分为6个等级，这个是最低的入门级。 这个是最高的遍尝级，所以这个10克只要100块钱，那1克也就是10块钱，非常的便宜。按斤算的话，1克10块，5000。那这个1克180，500克乘以180，改造变拆买9万。 它即将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东西，我想以后也不会有其他吃的东西可以超过它了吧？1斤9万，那吃1斤这样的鱼子酱，相当于吃了15头猪。这世界是什么样的收入人群在消费它们呢？王思聪、马云，还有我，靓仔。 刚才去补了一下知识，为什么鱼子酱它会卖的这么贵？因为你傻？不是，那是因为只有鲟鱼肉卵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鱼子酱。它是一种在白垩世纪时期就保存下来的古老珍稀的淡水鱼，再加上它们成熟产卵的时期非常的长。就这个入门级的西伯利亚鲟鱼子酱，要养到7年左右才会产卵，而这个大白鲟鱼整整要养20年左右才会成熟产卵，还那么一点点。等了2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只为了吃这么一次，确实蛮珍贵的。当然，我查了那么多资料，还有更贵一点的鱼子酱，就是里海里那些野生的60年到上百年的大白鲟鱼子酱，但那都是传说中的了。这些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，野生的已经被吃到成为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了。那我现在就替大家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，从这个便宜的开始品尝吧。5000元1斤，还用便宜2个字，不合适吧？哦，先试一下这个入门级的吧，人生第一次吃啊。 有点咸，然后腥味还是挺重的。我以为像吃上去会像爆珠一样，挺烂的。过后那种鱼香味还是挺浓的，但没有说很好吃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9万1斤的，这里少去了1/3，有600多吧。两个吃起来总体感觉还是相差很多的。 这个要淡很多，然后这个很咸，不过这个鱼香味真的是要浓烈很多。再仔细对比一下，这入口的感觉就是咸，这个淡淡的，非常的香。但是它们毕竟要相差18倍那么多，所以总体上我觉得大家想试的话，这种入门级的鱼子酱就可以了。我去叫我朋友来尝一下，看他能不能品尝出哪个是贵一点，哪个是便宜的。今天个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下午台出的。那大家好，要怎么称呼你？靓呢？好啦，好的，开始。啊，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林。这个离婚了。现在呢，那你来试一下这2个鱼子酱，你觉得哪个好吃？好的，我试一下。
这个味道好一点，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这个有点偏咸那么一点点，偏咸的是吧？个人喜欢这个口味。哪个是贵一点，哪个是便宜一点？我觉得这个会是贵一点，因为这个看起来大一点，所以说应该是肥一点。这个看起来小一点，而且这味道又比较咸，我感觉这个是贵的。你看这个，待会这个东西等我以后吃得起的时候，我再买多一点。可以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他的总结跟我的一样，这个咸一点，这个淡一点，然后这个鱼味香那么一点点，然后颗粒又要大又要饱满一点，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很容易的可以分辨得出，这个是要更加的贵一点。实在总结不出它像什么味道，因为它的口感确实很独特，就是有点咸咸的，然后浓浓的鱼香味，最大的感觉就是心痛我钱的味道。但其实这样一克吃完全一点都不过瘾，要吃就吃1斤，好吗？那么这个剩下一半店长级的鱼子酱，我们就来，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鱼子酱泡面，我们就算它1000块钱吧。冲动过后的反思，我的1080呀。